姐夫遇害，为弟坐牢，叫你怎么支持得住呢？爹娘，你们怎么就这么狠心？别叫我和弟弟就撒手走了，让我们姐弟从此无依无靠。爹娘，有道是长姐为母，今后女儿一定会像爹娘一样疼爱弟弟的。你们在九泉之下就放心吧。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？跪下！乖，别乱动啊！是吗？别乱动。姐。哎，这俗话说人是铁，饭是钢，还有一顿不吃饿得慌，是吧？你要是听劝，还是把这饭吃了吧。大叔，你能让我回去看看姐姐吗？姐夫遇害，我以后受了牵连，姐姐肯定受不了的。大叔，我求求你，你行行好，让我回去看看姐姐吧。哎，这我可做不了主。那这件案子要真是你做的话，这杀人偿命是罪有应得。那如果你是清白的话，坐几天牢，也算是对你这种公子哥胡言乱语的一次惩戒。大叔，啊，那你能帮我回去看看佳姐吗？我多给银子就是了。告诉你，你府上宋大人已经去过了。大人，那天他就睡在这儿。杨毅说，他早晨起来出门之前是找过杨月儿的。对。一大清早，杨月儿就不知去向。他从卧室、厅堂一直到后院都找了。大人，要去后院看看吗？啊。哎，奇怪了，怎么了？昨天这门是开着的。开着的。这就真有点奇怪了。哎，大人，卑职昨天还没注意，现在想起来了。昨天杨毅看见这门开着的时候，表现有点异样。怎么个异样？姐姐，哪里跑？哼！杨某人无意逃跑。这可真是见了鬼了！见鬼！大人，对了，昨天杨毅也说了见了鬼的话。你以为一大清早我来找你喝酒的吗？哼！本人平时并不好喝那一口，只是觉得心中有不快的时候，比如见了鬼的时候，喝杯酒壮胆。宋大人，那门是封闭不通的。哦，是吗？你看，多亏杨月儿提醒啊，否则本官今天在这儿就碰壁了。行了，走吧。
宋大人，佳姐她怎么样了？杨毅，府上遭此大难，令姐自然是五雷轰顶。但是还好，没出什么大事。姐夫遇害，姐姐一定悲痛欲绝。可我……杨毅，据本官看来，你这个姐姐心里可只想着你这个弟弟啊。宋大人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有件事情本官不明白。按常理呀，家人被谋害，那么亲属一定最关心的就是凶手是谁，好为亲属报仇。那为什么你的姐姐口口声声只是为你喊冤，对凶手的事儿只字不提呢？这是因为我这个弟弟在姐姐心里站得太重。姐夫遇害，姐姐一定悲痛欲绝。如果我这个弟弟宋大人，你不知道我这个弟弟在姐姐心里有多重。我杨毅5岁时就丧失双亲，20年来是姐姐一手把我拉扯大。我们虽然是姐弟，但长姐如母。姐姐疼我如心头之肉。姐夫遇害，姐姐悲痛欲绝，而我这个弟弟更是身陷囹。姐姐的心会疼碎的。惭愧啊，杨毅。本官怎么就没有想到，你们是义乃同胞的姐弟呀？手足之情比什么都重啊！惭愧啊！宋大人，我知道，尽管你把我羁押在监，其实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成凶手。此话怎讲？就凭你是宋提刑，我不信，凭着宋大人的神断，会看不出我杨毅是不是凶手。宋大人，我也曾中过举人，也略识一些律法章程，我更信得过宋大人的为官之德。所以，尽管我知道自己绝非凶手，但祸从口出，嫌疑在身，坐几天牢也毫无怨言。我更不愿宋大人把我当成凶手来羁押，因为我相信大人这么做就一定有这么做的道理，并且大人比我还想早日将真凶缉拿归案。宋大人，我只想说一句话：别让凶手逍遥法外。杨毅，来，杨毅啊，你能这么深明大义，本官非常欣慰。此案要想抓到真正的凶手，恐怕还得靠你多帮忙啊。只要能缉拿真凶，杨某就算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辞。好，有你这句话垫底，本官心里踏实多了。杨毅，
不知府上是否有一种药，叫做砒霜的？砒霜？嗯。弟弟，姐姐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去药铺了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得病了？看把你急成什么样了。姐姐没病，姐姐要是病了，谁给我的宝贝弟弟做饭烧茶呀？姐姐去药铺买些药回来。既然姐姐没病，买什么药啊？傻弟弟，姐姐买的是砒霜，毒药。砒霜？姐，你买它干什么？你怕姐姐会服毒啊？傻弟弟，姐姐哪有舍得下你呢？你没看见这家里鼠虫造反吗？这砒霜下药灭鼠最是灵的了。姐姐，这可是砒霜啊，有毒的，千万别沾手，要中毒的。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是6月初9。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？因为那天刚好是我生日。唉，6月初9啊！大人，为什么要问这件事儿？啊，没什么。我是说，府上遭此大难，怕令姐万一想不开，这种东西还是收起来为好。那倒不用了，因为药都用完了。干什么用的？当然是灭鼠了。那可看见被毒死的耗子了没有？我也没太注意。啊，嗯。杨毅，有个事儿顺便问一下啊。府上后院那扇小门，通常是开着的，是吗？宋大人，与本案无关的事情，杨某不想回答。好，本官也是随便问问。如果杨公子不想说，就当本官什么也没问。有件事情本官一直不太明白，那就是通过我验尸，你姐夫是在别处被杀，然后遗尸南城的。这个凶手为什么一定要把尸体移到你在酒馆里说的那口枯井里呢？难道真是巧合吗？难道是有人陷害我杨毅？难道是有人好意为你圆谎吗？是谁？是谁要陷害我杨毅？是鬼，杨公子见过的鬼。不，我没见过什么鬼。你见过？否则平日杨公子滴酒不沾，怎么会突然酗起酒来了呢？难道不是想喝了酒壮胆，去打鬼的吗？哟，杨公子回来啦！姐夫，这回一定能给姐姐一个惊喜。姐姐，娘子。宋大人！
来呀！大人，去把童飞带来。是。金子大叔，金子大爷，我没罪，我不是凶手。你有罪没罪，是不是凶手？到宋大人那儿说。那你带我去见宋大人，我要见宋大人。你嚷嚷什么？这不正要带你去见宋大人吗？多谢，多谢。宋大人，小民实在是冤枉啊！你何冤之有啊？那杨家的姑爷的确不是小民害死的呀。也没人确认你就是凶手啊。哎，那宋大人为何要把小民羁押在衙门？生意人可是耽误不起啊！本官今天就放你。今天就放？哎呦，宋大人，慢。本官今天放了你，不证明你身上就没有嫌疑。真凶一日不归案，你就解脱不了干系。换句话说，今天可以放你，明天也可以抓你。啊，那要是1年抓不到凶手，那小民不是还得牵累1年呐？大宋刑律就这么定的，本官也没办法。不过你要想解脱干系的话，需为本官找到一样证据。什么证据啊？你家是住在邹人家酒店的斜对面，对吧？正是正是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给我守株待兔，本官要的证据一定会出现的。宋大人，您究竟要找什么呀？哎呀！刚死了丈夫，就有人想趁虚而入了。哼！老板，生意兴隆啊！谢谢姑娘吉言。贵地只有这一家药铺，对吗？本店是100年老店，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这么说，我这一副药也只能在你这儿买到了。姑娘买什么药啊？毒药。毒。我这毒药啊，不仅可以毒死人，而且还可以杀虫灭鼠。姑娘说的是砒霜？对，正是砒霜。砒霜是毒药，本店售出以后都有记录的。那你帮我查查。查查，我看看啊。6月初9。6月初9。哎，6月初9来买砒霜的人，我记得是邹大官人。你说是谁？城东开酒馆的邹大官人。他说酒店里鼠害成灾，想买点砒霜毒杀鼠虫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姑娘，你不买了？宋大人让我在家门口守株待兔，可这大街上哪来的兔子呀？哎，你在这儿嘀咕些什么呀？哎，我让你在家里待着，别出来，你怎么就不听呢你？哎，你自己惹是生非，常闪官司，坐了几天牢回来，还不许我出门了。哎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？干什么？我怕你搅了我的正事儿。好，我不管你，可我也不能让你关在家里活活的闷死啊！我得上街去透透风。这，回去。干什么呀？真是的，
你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别以为我回来了就万事大吉了。我要是找不着那证据，明儿个衙门还抓我进去。啊？那你在找什么呀？找什么？你看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我找这架车。你找车干什么呀？你有完没完了？这是宋大人让我找的车，我怎么知道干什么的呀？既然这样，你倒是满大街给我找去啊！整天像看门狗似的蹲在自己家的门口，你以为别人会把你要的车送上门来呀？懂个屁呀你！这是宋大人再三吩咐的，只能在家门口守株待兔。不过，我也琢磨着，这宋大人他查的是凶手啊，他让我找车干什么呀？哦，明白了，这找车呀，就是找人，就是那个杀人凶手，也就是说，找的那个车的车主，就是杀害崔成的凶手。哟，我的妈呀！那我面对的可不是什么车呀，那就是杀人凶手啊！这还真是有点害怕呀！这，哎呦，哎呦，难道那就是我守候了3天的兔子？我帮你问问去。你回家待着，待着。你知道那是什么人啊？弄不好那就是杀人凶手。哎，过来，过来。哎呦，哎，来了来了！哎，给。哎，啊，他是叫卖烧饼的。我以为他看见咱们了呢，吓死人了！有什么好怕的啊？我可是有堂堂的提刑衙门撑腰的。就算他是凶手，光天化日下，我何必怕他啊？你好好在家待着，千万别出去啊！我过去看看。哎，你可要小心点儿。哎呀，我是奉宋大人之命行事的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水，再喝一口。看你还说不怕，这手都在抖呢。这是抖啊，这是哆嗦。就是他。哎呀，哟，童老板，小子吓着你了吧？没有。哎，你怎么认识我呀？哎呦，你不是那个做绸缎生意的童老板吗？对。哎，刚才你说什么吓着我了？哎呦，这大白天的，谁能吓着谁呀？我只是随便看看啊，随便看看。哎，童老板，你不是看上我们酒坊的好酒了吧？对，我常在这个酒馆里头喝酒。嘿，他们家的酒啊，全让我们的酒坊给包了。哎，你是不是也想做酒的生意吧？哟，有眼光！对，我也这么想，我正这么想呢。哎呀，你不知道现在这个绸缎生意它不景气呀，我就想改做这个饭酒。那好，等小子赶快把这几坛酒卸掉，你呀就坐上我的车到我们酒坊去，我呀跟我们老板给你说说啊。好。哎，童老板，
怎么走了你啊？今天佟老板怎么神神鬼鬼的？哦，邹老板，你回来啦？这酒，他刚才跟你说什么？他就说那个绸缎生意不好做，他呀要改做酒生意。啊，在我酒店门口抢生意，怪不得见我就溜呢。老板，这车酒，歇吧歇吧歇吧。站住！干什么？有事找宋大人。去吧。来，把这个拿进去。走吧。啊，谢谢您了。我，来回家。就回家喽。哦，那这么说，杨毅可没瞎说呀。6月初9那天确实是卖过砒霜。可是药店的记录，6月初9买砒霜的并不是杨月，而是邹记酒店的老板邹仁。哼，大人，我觉得杨月在本案中有重大嫌疑。哎，英姑啊，要说嫌疑的人那就太多了，重要的是咱们怎么能证明谁是真正的凶手？大人，先泡泡脚吧。宋大人。哎呦，宋大人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那这么说，你运气不错呀。哎呦，这3天3夜呀，小民眼都直了。哦，那车你给我带来了没有啊？我一个生意人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敢轻举妄动的抓人呢？那可是连人都敢杀的凶手啊！凶手啊？你说谁是凶手？那车夫啊。那车呢？谢完酒，一定是回酒房了。哦。赵捕头，快，在前面，快一点！在前面，快点，快点！对，在前面。吁，不用谢了。啊，你这车体刑衙门征用了，走。去哪儿？走吧。就大人，你是车主吧？啊，正是，不知府上要拉什么东西啊？小的听您的吩咐。水。带他衙中问话。上。大人，大人，走！我冤枉啊！走！大人，我冤枉啊！这人也干得了杀人谋财的勾当？哎呦，这人呐，真是不可貌相啊！
哎呀，各位慢用，各各位慢用啊！来来来，哥哥，哎呦，对不起啊，里边满了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包涵包涵包涵。不好吃不好吃啊！下次再来啊！小二，哎呦，宋大人来了。小二，这课堂之中可还有空座啊？哎呦，实在是抱歉呀，这课堂上天天是顾客爆满，来的稍晚呢，就常常扫兴而归啊。哎呦，看样子咱们只能是扫兴而归了啊！哎呦，宋大人是贵客，就算谢绝了这些酒客，也不能怠慢了宋大人啊。宋大人这边请。好，麻烦了。小二啊，哎，麻烦你了啊！嗨，这本是酒馆殿堂太小，才委屈了宋大人。小二，照我看，你们这个酒店再扩大个3倍5倍的，也不缺客人呢。为什么不筹划筹划呢？哎，其实家主也早有此意，想扩建酒楼，只是左右相加，扩建不开，所以一直未能如愿。哦，那这么说，你们老板还是有这个打算的，是吧？小的对此一无所知。大人您先坐，小的去给您沏茶。啊，好。大人，怎么不见邹人呢？大人，你看，茶来喽。宋大人，您是贵客，小的要是怠慢了，老板可是要怪罪的。小二，你们老板在哪儿啊？我家老板常在后花园里赏花，或是到外面钓鱼。哦，大人，你不也喜欢赏花吗？何不到外面去看看？不麻烦吗？啊，不麻烦，不麻烦。小的一会儿就把酒菜送到后花园去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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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那大人这边请。走。阿贵，在。拿走。酒来喽！哎呀，哟，客官走了。满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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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着喝。我越想越奇怪。我问你，我弟弟究竟是怎么被牵连进去的？老爷，老爷，哎，我家老板刚才明明是在后院，是不是出去钓鱼了？我看啊，哎，你家老爷啊，恐怕是让鱼给钓了。我总觉得这件事太巧了，一定另有名堂。俗话道，无巧不成书，有什么名堂？邹大官人该不是幸灾乐祸吧？哎，不，邹某也是真心为令弟担忧啊。你知道，这20年来，我和弟弟相依为命。我可以没有一切，却不能失去弟弟。要是我弟弟有个什么3长2短，女儿一定也不想活了。怎么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呢？啊，我知道，弟弟是你的心头之肉。不过，你也不要担心，他会回来的。你总是这么说，可我什么时候才能看见我弟弟回来？等官府衙门把真凶抓到了，他就回来了。你意思是说，要么我弟弟回来，要么……那你希望是个什么结果呢？我就是自己身受极刑，也不能让我弟弟蒙受不白之冤。我这就去官府自首。哎，你疯了呀！我是疯了。自从我弟弟无辜入狱那天起，我就疯了。不，自从你撬开小门那天起，我就疯了呀！月儿，
你别急，我想办法，我一定想办法把你弟弟救出来。我对天发誓，我要是救不出杨毅的话，我邹某不得好死。我爹娘在弥留之际把弟弟交付给我，我不能让弟弟受苦啊，你知道吗？俗话道：“覆巢之下，无完卵。”你要保护弟弟，首先得保护自己。你要是去官府自首，毁了你自己不算，还要更连累你弟弟呀！啊？那你有什么办法？月儿，有人来了，快走吧！快！快走！杨月，我记得你说过，你们家那扇小门是不通的吧？取下这根钉子，不要伤了这几根丝绸。是。回啊！三处泥址完全相同，都是城南井边上的田泥。听宋大人的弦外之音，姐夫之死竟与姐姐有关。
姐姐真的参与了谋杀，